都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，但是说这话的人很容易被打脸。你们看看今年 Netflix 的新韩剧《铁拳教育》，上线才3天就拿下27国排行榜的冠军，主演金武烈也在第1周就拿下演员榜冠军。在这部剧里，他扮演的主角罗华正是个当之无愧的英雄。不过这位英雄长这样，眼角是下垂的，法令纹、嘴角纹全挂在脸上，岁月在这张脸上可真是一笔都没省。可就是这位44岁的韩国大叔，被外网一堆观众疯狂追捧，喊他西装暴徒、巴掌战神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的魅力从来就不全靠脸。今天咱们把这位大叔拆开来看看，很多人一到中年就容易被贴上油腻的标签，可罗华正身上恰恰藏着3副中年需有的高级配方。这3样东西，一不要钱，二不挑脸，今晚就能用。先给没看过的朋友搭个台，这剧设定很简单，韩国的教育体制烂透了，烂到什么程度？校园暴力频发，师生关系紧张，家长过度干预，政客与黑社会插手。开播的第一场戏就是一个学生被霸凌到绝路，从教学楼顶上跳了下去，然后政府搞了个教权保护局，哪个学校出事，男主就带着小队空降过去。前2集看下来，你可能以为这是一部靠拳头说话的爽剧，这也是罗华正的第1副去油配方，不油腔滑调，用行动说话。第1集，大韩高中被议员的儿子搅得乌烟瘴气，大人都在集体装睡，罗华正单枪匹马杀过去，不但及时制止了一场霸凌，还把霸凌者打得怀疑人生。他又直接当起班主任，处处拿校规跟权贵对着干。这个人身上有股劲儿，就是正义感特别强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遇到不公，有的人是血压升一下，扒个檀木就翻篇了。他的反应是：这事归我管，不摆平，绝不罢休。第2集，九云高中全是帮派分子，觉得纹身、打架、跟黑帮大哥混才叫人生。你跟他们讲道理有用吗？没用。罗华正一来就玩起割草无双，把这帮学生全部放倒。然后把他们盲目崇拜的黑帮大哥引过来，当着全校的面用糖纸神通把他一套带走。这还不过瘾，紧接着他又开挂，把找上门来的整个黑帮一锅端了。他不是为了斗狠，他是为了打碎学生脑子里的那层偶像滤镜。拳头在别人那是凶器，在他手里是教具。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，收拾完刺头，他转身干嘛去了？带这帮混小子去上汽车维修课。他刚把人按在地上，转过来就能教人拧螺丝。不过转到中段你会发现，他拳头用的越来越少了。这部剧的英文名叫 Teach You a Lesson， 真正的 lesson 靠的是脑子。这就来到了他的第2副去油配方，戒掉好为人师的爹味，让对方自己领悟。对付那些把老师逼疯的直升机家长，给儿子为毒品冲名校的虎妈，还有拿未成年当免死金牌的小流氓，罗华正有个独门绝技，我叫他换座位。家长用夺命连环扣把老师逼到崩溃，行，他用一模一样的频率给这位家长打回去，还安排孩子他爸亲身体验被羞辱是什么滋味。妈妈给儿子喂药，排满学习日程，来，请这位妈妈照着儿子的日程原样过一遍。那几个把我未成年挂在嘴边的小祖宗，直接送去少年拘留所实地参观，还安排一位曾经因为长期受霸凌，最后拿刀反杀所有人的学长，对他们特别关照。他不骂人，也不端着架子讲大道理，他就负责把你按到受害者的座位上，剩下的课你自己上。遇到真正的老狐狸，他还能演。第4集那个全社会都夸的好老师，背地里恶整寒门优等生，受贿泄考题。罗华正当面客客气气，转头让队友暗中调查，搜集证据，调包试卷，连自己那个直肠子的队友都瞒着，就为了让这个老狐狸自己上钩，在考场上自爆。他不靠私刑，靠的是规则。能救的像那个被妈妈喂药的孩子，让他自己开口对妈妈说：“我不去医学院了。”没救的他不打死，但是把罪恶扒光，让那人一辈子背着浪事活在太阳底下。顺便提一句，第6集有个受害女孩当面拒绝原谅施暴者，全队没一个人站出来劝她大度。
原谅是恩典，不是义务。就这一笔，比所有打戏都高级。最后是最核心的去油配方，有底线，知世故而不世故。人到中年，最容易变成精致利己主义者，圆滑世故，冷漠算计。可罗华正保留了人的血性和底线。几年前，他有个未婚妻，是一位老师，被自己的学生杀害了。凶手因为未成年，轻判了。他当时疯了一样想去复仇，拦住他的是未婚妻的父亲，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长，教权保护局的创立人。全剧最有资格喊以暴制暴的两个人，亲手把依法办事留有余地焊在了规章制度的第一条。他有血性，有过不顾一切的冲动，但是他为了长远的理想选择了克制。编剧最狠的一笔是让当年那个凶手复学了。这个大反派城府极深，做事滴水不漏，甚至把一个学生推下楼，剪了录音栽赃给教权保护局。主角和大反派同样会设局，是镜子的正反面，差的只是那条底线。公开对峙的时候，反派拿未婚妻刺激他，罗华正到底还是动了手。不过这看似失控的一拳，其实是借力打力的局中局。教权局表面上停摆，实际上转入暗处织网。那些站出来帮他们收网的，是一直以来被他们帮过的老师们。看看他身边的队友，一个暴力女，一个技术宅，一位老部长，全都把信赖交托给了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圆滑，不世故，大家知道他底线在哪儿，这就叫得道多助。最后的人质对峙，身中数刀的罗华正制服了反派，他完全可以借机要了对方的小命来报仇，但是他把手收住了，把凶手交给了法律，因为他知道复仇只能带来一时的快感，完善制度才能减少悲剧的发生。故事的结尾没有俗套的庆功宴，四个人安安静静地站在未婚妻的墓前。霹雳手段，菩萨心肠，这话谁都会念。难的不是有雷霆，也不是有慈悲，是雷霆和慈悲长在同一个人身上。最难的是，这个人自己就被这个世界深深的伤害过。你可能觉得这都是编剧开的金手指，现实里哪有这样的人？那我们看看金武烈本人。20岁那年，父亲破产，查出癌症，他看起全家，背下3亿韩元的债，在地铁里干过接线的活，在音乐剧舞台上摸爬滚打，被圈内叫了20年，被低估的演员。这个角色原本是给别人的，因为原作有争议没接。金武烈顶着压力上了，留下一句：“我会用作品说话。”然后44岁的他凭借本色演出火遍全球。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褶子，你看见了；但岁月没能磨掉的那个干净的内核，你也看见了。他不是天选之子，他只是熬了20多年的普通人。所以，英雄是什么？黑暗骑士崛起结尾有句话：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英雄，哪怕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，比如给一个小男孩披上外套，让他知道世界还没崩溃。披外套这个动作，我管它叫站出来。把男主那些开挂的武力值拆掉，他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，在受害者最绝望的时候出现了。第1集那2个被霸凌的孩子，一个没等到人走了，一个等到了活了下来。隔在生死中间的，有时候真的只是有没有一个人站出来。站出来不需要你有多能打，他在现实里有非常朴素的版本。他第一次开口求救的时候，你选择相信他；他一个人扛的时候，你走过去，别让他独自面对。你看见不公的证据时，把它传出去，让事情见光。别小看这种力量。社会上许多恶性的事件，一开始被捂得严严实实，没人管。但是那些看到消息的普通人，一次次的转发、发声，硬生生的把真相推到了阳光下。那些没露脸、没名字的转发者，就是那个披外套的人。这世上总有良知未泯的人，一个有良知的人站出来，会让下一个有良知的人也敢站出来。
这张脸以后还会接着垮，脸上的纹路还会更深。可是那又怎样？大家从头到尾看的根本就不是这张脸。拳头会老，长出来的勇气永远不会。我是林星，我们下期见。